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长寿花各个阶段如何养护，以及它各个阶段的生长情况。那么我就用我家阳台现在有的长寿花各个阶段的吧，来给大家说明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的是扦插的这些长寿花。你看，其实之前我拍的视频里也有讲，最理想的扦插情况是留2到3对叶片，这种嘛就比较容易成活，这个就特别符合这种标准的情况。但是如果你扦插特别熟练，而且也知道如何浇水的话，其实都是没有特别大的限制的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直接这么大的这个叶片也可以扦插，然后这种这么大的也是可以扦插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修剪下来的长寿花，插穗，如果它带着那个花头吧，你也可以直接扦插，它也是可以生根的。就是一定要注意浇水，浇水的问题。看，这是一盘扦插的长寿花，然后这一盘其实也是的。这一盘就是你看，这个之前扦插的时候是没有花头的，它现在也基本上快长出来了，它很小就能够实现开花。然后这个之前也是没有那么高吧，以前应该是顶多比这个再小一点，然后现在你看已经长这么高这么大了，它就比较适合现在去把它移植到小盆里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移植的这个长寿花，看这也是一盘，然后还有这盘。这盘是和花友互换花草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长寿花小苗，就是根系有一点，但是不太多，所以我为了方便管理，也是把它先放到这个扦插的小盘子里，这样比较利于它的干湿循环，比较有利于它长根。它现在也是全部都成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这种的，就是它新长出来的叶片，还有这种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它新长出来的。中间我还给它们进行了一次打顶，就是把它的特别高的地方就给它就是修剪一下掐掉，就这种的话，就再过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给它们进行移植了。就是长到这个程度吧，基本上到这么高的程度，这么大，这种的都是可以移植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移植之后的是什么样的？其实我之前的视频里，也有讲过啊，在扦插日记合集里吧，就是当我们把这种生了根的长寿花小苗移到小盆里，这种那个详细的视频，看这个就是当时移植过的，它其实已经开过一波花了，然后开了2个月之后吧，已经谢了。这是修剪完之后它又长出来的。你看这个移植的小盆就是一个12厘米吧左右的一个小盆，就非常适合它生长，然后干湿循环呢也会比较快，而且呢也不像在这个小盘子里可能1天2天都要浇水，这个的话可能你浇一次水能管1个星期。反正长寿花是一个比较低维护的一种花，特别好养。在那个我们家的阳台大概还有个5、6盆这样大小的长寿花小苗。这是我今天就是把那些小苗长得特别高的，我给它进行了一下打顶，就是这种其实插穗就特别适合当插穗，就把底下的这种，比如说这个，就把这2片叶子再去掉一点，就是给它根系留一点生长的空间就可以。你看这种其实就可以不用去了，因为它底部有一点空间就够了。所以长寿花它真的非常的好扦插，后期你会了的情况下，只要伤口愈合就可以扦插了，基本上是接近100%的成活率。好，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稍微比这一盆再大一点的。我的长寿花，为了让它们有充足的阳光嘛，所以我都是放在了这个特别靠近窗户的地方。给大家拿过来一盆看看，看这盆，它就是你看，就打顶完之后，它就是不断的在发新的分支。然后这个其实也可以打顶的，但是我想看一下它这个花色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就暂时没给它打顶。因为这个也是去年从朋友那儿扦插的，但是它还没有开过花，所以我有点好奇它这个花色是什么样子。先就继续养护，让它开花看一下。还有你看这一盆也是，这盆应该也是去年的时候我扦插的那个红色的长寿花，也是开花就是这样的。
然后你看它的分支就会比较多，也是进行了，哎，这有点逆光，哎，小心，也是进行了多次打底，你看，它这样分支就会特别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它的这个母本是在这儿。其实去年的时候，这个母本可能就这么大，也不是很大，就很小。所以经过真的就是1年的时间吧，它就从这么大长到这么大了。这个开花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我之前的视频里看一下，真的开花开的非常好看。还有这一盆也是在它开败之后进行了打顶修剪，你看它这个都是新冒出来的芽。所以如果你想养成这种棒棒糖型的嘛，看就是这种一个杆子的，那就在修剪的时候就注意给它多修剪打顶。如果你想养成那种多分支的吧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，就它有底下有好几根枝条的，这种也还可以，也不错，但是它就不是属于那种棒棒糖型的了。这棵前2天我也拍过了，它刚刚吐露花苞的时候的状态。它是这个索尔丹在上个月的时候进行修剪嘛，然后1个月它就开花了，而且它的颜色前2天的时候是比较的这个淡一点吧，这2天经过阳光吧，它又上色又深了一点，就后期它会变成那种渐变的橙黄色，就非常好看。还有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其实也是，这个也是长寿花，这个也是我们的长寿花。哎，我把这个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吧。这个长寿花就是在扦插，哎，它就开花了。看，这个也是和花友互换的长寿花，它是给我的插穗，然后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吧，2个月的时间它就开花了。其实当然，如果你是处于那种想把苗子养大的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的花苞剪掉啊。但是我是想看一下它这个花色到底是什么，所以就还没有剪。还有这些也是，你看长得也非常的旺盛。所以你也发现了，这个长寿花的话，不管是什么容器啊，不管你是塑料盘，还是一些陶盆呐，还是这种花盆呐，都是可以的。它对盆的要求不高，对土的要求也不太高，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让它保持疏松透气。其实它的整体的养护也都是遵循着这样一个策略，不管是这些处于扦插中的，还是在旺盛生长期的时候，只有就是当它开花的时候，可能就我们不要让它那么的缺水。正常生长期的时候，你让它特别干也是没问题的。它那个叶片是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多肉型的，所以它也挺能出水的。如果花期的时候缺水，可能会让它的花朵提早凋谢吧，但是问题一般也不大，1周浇1次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低维护的品种。如果是阳台的话，真的很建议大家养一下。我家的这个西侧阳台上真的好多的长寿花呀，而且有时候修剪完之后我还不舍得把这个插穗扔掉，所以就越养越多吧。还有我也想收集更多的这个长寿花的品种，如果有花友想要互换花草的话，也可以私信我。如果是比较近的地区，我感觉还是挺合适的，就是大家互换一下自己没有的品种。就现在这种红色的我就有特别多，大概有10来盆这个小苗，还有这个一大盆也全都是红色的，大概这都有8颗呢，组合起来的，看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是新手养花，真的非常建议养护长寿花。好了，那本期关于长寿花各个阶段的苗情吧，都给大家大概的分享了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养护长寿花的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